哎，你想象一下哦，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把尺，然后这把尺不但能潜入瑞士地底下那台全世界最大的粒子对撞机里，去精准测量那种比原子还小超级多的微观碎片。嗯哼，接着你把同一把尺往天上一扔，它竟然还能分毫不差的去测量距离我们几百万光年外的巨大星系，量它的旋转速度。你觉得这合理吗？老实说，从我们传统物理学的直觉来看，这确实超不合理的啦。毕竟我们早就习惯把宇宙切成巨观的相对论跟那个微观的量子力学嘛。对啊，极大跟极小的世界怎么可能共用同一把尺？可是这真的不是科幻情节哦。根据我们今天手边最新的这一份关于宇宙新几何的研究资料，科学家去比对了天文学界非常有名的那个 Spark 数据库里的175个星系，也就是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公开粒子碰撞数据。结果发现了一个超震撼的现象：极大与极小的世界居然真的在共用同一个几何方程式。真的假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趟深潜探索，就是要来把这份看起来有点艰涩的物理学论文彻底拆解开来，对吧？没错，而且这其实非常有野心哦。就是我们不只要带你看懂这个打破常规的现象，还要看看这个被称为觉醒的时空的新理论，到底怎么用同一个底层逻辑，同时解开宇宙学里的两大谜团。这听起来真的是要颠覆你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了。对，绝对会颠覆。不过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得先快速铺垫一下背景了。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所谓的哈勃张力嘛。哦，对，那个测量宇宙膨胀速度的冲突。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天文学家用两种方法测量，结果得到两组打架的数据。过去几十年，大家一直以为，肯定是谁算错了，或者是藏着什么我们还没发现的新物理粒子。这就像是你拿两把不同的尺去量同一个人的身高，结果一个量出来170公分，另一个量出180公分，然后两边都死不认错，觉得自己的尺最准。这个比喻超贴切，但在新的几何框架，也就是这个 PT 对称帕拉蒂尼框架下，研究人员发现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宇宙的底层其实存在一个时间节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控制空间特性的强度旋钮。强度旋钮？就是在宇宙的早期和晚期，这个叫 epsilon 的旋钮，它转到的刻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量到的冲突数据，其实只是同一个时间节律在不同宇宙年代拍下的几何快照而已。哦，也就是说，根本不是尺有问题，而是我们在量身高的同时，这个人本身正在以某种规律偷偷长高又缩水。没错，就是这样。但如果宇宙是一首庞大的交响乐，它绝对不会只有单一的旋律嘛。解决哈勃张力其实只是序曲而已。我们今天要听的是这首引力交响乐的第一跟第二乐章，也就是同一个音乐母题，它到底怎么在星系的空间尺度，甚至是高能物理的微观尺度里面去进行变奏？等一下哦，这边我就有一个很根本的疑问：如果宇宙底层的几何法则真的像你讲的这样一直在变动，而且资料里还提到这个底层空间包含了非常复杂的那个四元素结构。对，四元素。对，对于听众来说，四元素其实就是一种比我们平常习惯的数字还要复杂很多，专门用来计算三维甚至更高维度旋转的数学工具嘛。那既然底层充满了这种复杂的空间扭曲，甚至是那种仪器看不见的虚数颜色，为什么我们平常在实验室里从来没量到这些疯狂的东西？这问题问得超好。对啊，因为我们量到的永远都是很普通的实数啊。没错。这个其实就牵涉到这套理论里面一个极度核心的防护机制，叫做 PTQ 一致性。PTQ？ 对，在理论的底层，时空几何的确可以非常复杂，充满那种我们没办法直接观测的数学结构。但是呢，所有的物理观测量在被我们的仪器看见之前，都必须先经过一个叫做 PT 投影算符的强制处理。投影？你可以讲的再白话一点吗？这个过程长怎样？好，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把这个投影想象成一个非常严格的海关。海关。底层几何的那些虚数啦、四元素啦，就像是带着违禁品的旅客。当他们想要进入我们这个可观测的物理世界的时候，这个 PT 投影算符就会立刻拦截，强制把所有不符合物理现实的虚数部分过滤掉，只让实数通过。没错，这个机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最后量到的数据永远是我们能理解的实数。哇，让我厘清一下哦。所以这个机制其实就像是录音室里面那种终极的音响等化器或者是滤波器，对吧？滤波器这个比喻很好。对啊，不管宇宙这张专辑的母带在底层几何里面用了多复杂的乐器，或是混入了那种人耳根本听不见的超声波，反正经过这个 PT 滤波器处理之后，放出来给我们听到的数据，永远是我们能理解的声音。完全正确。然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epsilon 强度旋钮，其实只是在控制这首曲子里面几何效应参与混音的程度而已。没错，你永远听不到母带里的超声波，但你能感受到混音之后整体音场的变化。那
理解了这个滤波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首交响乐的第一乐章了，也就是慢板星系的引力华尔兹。好，说到星系，按照我们从小学的牛顿物理学嘛，星系中心恒星最多，质量最大，所以引力最强。越往外围，物质越少，引力就应该越弱啊。这是常理，没错。照理说，边缘的恒星应该转得比较慢才对啊，像太阳系边缘的行星转得比地球慢一样。可是天文学界不是早就发现一个叫做平坦旋转曲线的异常现象吗？对，这是一个大谜团。就是边缘的恒星根本没有慢下来，反而一直在狂飙。传统物理学为了解释这个，几乎是硬塞满了那种看不见的暗物质幽灵，说是用它们的引力来拉住恒星。难道今天这份研究打算用几何来推翻暗物质吗？应该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几何视角了。在这个觉醒的时空框架下，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什么看不见的幽灵物质来救场。真的假的？真的，因为事物台本身，也就是几何空间，正在主动介入恒星的运动。研究里提出了一个叫做空间剖面的公式，就是那个 epsilon 函数随半径变化的曲线。它在数学上会随着距离拉长而逐渐饱和。等一下，饱和，这在物理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几何效应不会无限放大。在星系核心，也就是距离中心很近的时候，这个 epsilon 旋钮的数值几乎是0。这时候的时空舞台超级平静，完全遵守你熟悉的牛顿引力。那边缘呢？当我们往外走到星系边缘，这个旋钮的数值会开始快速攀升，最后卡在一个最大值，这就是饱和。这时候，它会透过一个几何效率因子，强制修正了轨道的动力学。简单来说，空间本身的这股修正力，自然补足了引力的衰减，恒星当然就维持高速了。这太疯狂了吧！所以根本没有隐形的东西在拉着星星，而是空间的规则变了。没错。我用个生活一点的情境来想象好了，这就像是我在一台巨大的跑步机上跑步。在跑步机中间，也就是星系核心的时候，履带是平的，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可是当我跑到边缘，眼看就快要掉下去的时候，这台跑步机，也就是几何空间本身，突然自动向上倾斜，还开始加速。对，它是强迫我维持超高的转速，这根本不是我身上有没有绑暗物质撒带的问题，是跑道自己在动。哈哈，这个跑道的比喻非常传神。而且最猛的是，这绝对不只是黑板上的数学游戏哦。研究团队把这个几何饱和的曲线直接拿去跟天文学界极具权威的那个 Spark 数据库比对。就是前面提到的175个星系。对，他们拿了175个不同类型星系的实际观测数据来算，结果非常惊人。这个单纯依靠空间几何修正的模型，预测出来的旋转速度，竟然完全能和传统塞满暗物质的模型抗衡。哇！连实际数据都能吻合哦。没错，拟合品质超级好。好，你说星系这么巨大的东西，是因为背后的空间舞台在搞怪，有数据支持我也勉强接受。可是这首交响乐的第2乐章，我就真的要提出极度怀疑喽。来，你说。你现在要把刚刚用在几百万光年大星系上的同一个几何公式套用到 LCC 粒子对撞机里面，那里面的微观碎片比原子还小无数倍耶，引力在那里弱到几乎可以忽略吧？这跨度也太夸张了吧？你怀疑的非常有道理，因为这本来就是现代物理学最大的鸿沟啊。引力跟量子力学就是不相容嘛。对啊，但这正是这套同一框架最迷人的地方。第2乐章极板高能事件的量子产因，我们先冷静下来看 CMS 粒子对撞的公开数据。科学家特别去看了那个缺失横向能量的频谱，简称 MET。缺失能量。这是不是可以想象成车祸现场的事故鉴定？2台车超高速对撞，碎片喷飞。我们把碎片的动能加起来，理论上要等于撞击前的总能量嘛。如果少了，就代表有没侦测到的粒子把能量偷走了。完全正确。那在传统模型里，科学家认为，随着撞击能量一直升高，这种能量衰减的曲线应该要是超级平滑的，顺地往下滑落，就像溜滑梯那样滑下去。对。但是当研究人员非常仔细去放大看那些极端高能区间的数据时，发现尾端根本不平滑，数据在那边出现了微小的波纹，或者是说尖部结构。能量的分布有波纹。没错，传统模型要解释这个超级困难，只能硬塞一些未知粒子进去。但如果我们大胆引入几何共振，这就是一个超强烈的讯号。在剧烈的量子碰撞下，时空本身正在共振。等等，时空本身在共振，这到底怎么发生的？你可以想成，当你在对撞机里用极度压缩的能量把粒子撞碎的瞬间，
局部的能量密度太高了，导致背景的时空几何没办法再保持僵硬。我们猛烈敲击了舞台，时空吸收的能量就被激发出了特定的共振音高。哇，所以时空像果冻一样抖了一下。对，数学上这里有一个包含 sin 平方的共振方程式，它有共振音高决定频率尺度，有 sin 平方决定波纹的起伏形状，还有一个阿尔法音量旋钮代表共振的显著程度。天哪，这绝对不是仪器的随机误差哦，这就是时空几何留下来的指纹。而且拟合结果证明，这个带有震荡结构的模板比纯指数的平滑模型更精准。我懂了，我好像把这两个极端连起来了。这就像是你面前有一面非常有弹性的大鼓，这面鼓就是我们的时空几何。当你轻轻地去压这面鼓，就像星系里缓慢分布的质量，鼓面只是微微弯曲而已，这就造就了星系的平坦旋转曲线。对，但是如果你拿一把大锤子，用极度庞大的能量去猛砸同一个鼓面，也就是高能粒子对撞，鼓面就会瞬间产生高频的肉眼可见的波纹。没错，不管是微弱平滑的弯曲，还是剧烈震荡的波纹，它们根本就是同一面鼓啊，同一把尺，同一个几何空间的物理反应。这真的太美了吧？超级美，对吧？这就是物理学追求的极致，用最少的规则解释最多的现象。所以我们统整一下这三大尺度。第一，宇宙尺度，我们有描述膨胀规律的时间节律器。第二，星系尺度，有让轨道平坦的空间剖面。第三，高能尺度，有留下几何指纹的共振变奏。全部都串起来了。没错，这一切的源头全都来自 PT 对称帕拉第宁框架下的统一规则。等等，当你把这张统一蓝图摊开的时候，我脑袋里反而警铃大作。怎么说？我想到一个超严重的问题呀。如果整个宇宙的时空几何真的像你说的这样，一直随着时间、空间和极端能量在变动，在疯狂共振，那宇宙为什么还没崩溃？如果引力可以无限被几何放大，我们的物理定律早就乱成一团了吧？哈哈，你的直觉真的很锐利，你马上就抓到，如果几何不受控，会引发多大的灾难？对啊，总要有个刹车吧？当然有。为了确保这首交响乐不会变成崩溃的噪音，这套理论揭露了2位幕后功臣。也就是2道安全保险栓。第一道叫做几何刻度。几何刻度？对，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强度的定标参数，它跟我们刚刚说的 epsilon 建立了一种绝对的数学联系，它保证了不管几何怎么变，都不会凭空产生无限大的能量。那第二道呢？光有刻度听起来还是有点危险啊。第二道才是真正的终极保险，叫做光速守护者。论文里叫它 C3 锁定。C3 锁定，没错，这是一个极度关键的硬体保险栓。无论底层几何因为星系质量或高能对撞产生的多剧烈的变动，这个机制会强制锁定关键的几何参数。它的任务只有一个，保证引力波必须以光速传送。因为如果引力传播超过光速，因果律就崩溃了，结果会发生在原因之前。完全正确。所以它确保了因果律绝对不被破坏。哇，所以就算宇宙这场交响乐演奏的再狂野，甚至鼓皮都敲出波纹了， C3 锁定就是那个绝对不准任何人拔掉的电源线，它确保整个系统不会短路烧毁。没错，就是这条电源线，让这套理论在解释异常的同时，还能跟已知的物理定律平衡共处。原来如此。就像这份研究背后的 Dr. Q 说过的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如果宇宙是一位作曲家，它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无止境地创造新音符，而是在于如何用同一个几何主题，在截然不同的尺度上写出彼此完美呼应的乐章。我们听到的从来都不是3首无关的歌。哇，这句话真的后坐力很强诶。听完今天的深浅，正在收听的你现在可以试着想一下这个画面哦。如果你身边从无垠的巨大星系到微小的高能粒子都在遵循同一种几何共振，那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原子，是不是此时此刻也正在参与这场宏大的交响乐呢？这真的是一个很迷人的哲学视角。不过呢，科学的脚步是不会停的。我们现在已经听见这首引力交响乐了，但如果人类不再满足于只当个台下的听众呢？如果我们能成为指挥家呢？等等，你这句话资讯量太大了。我们今天整场探讨其实都还是坐在观众席上，听见了这首引力交响乐。我们透过天文望远镜的数据，透过对撞机的公式，去观察宇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只是旁观者。但是，只是如果人类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掌握了能够主动操控 epsilon 的工程化方法呢？这是个疯狂的想法。如果我们不再满足于只当一个听众，而是想走上指挥台，成为这首交响乐的指挥家呢？这个思想实验触及了现实的边界。
如果我们能找到工程化的方法，去主动改变局部的几何通量，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够打开真空能量的无尽宝库？这已经超越科学研究的范畴了。没错，这将不会只是一篇物理学论文上的突破而已，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对现实本质、能源获取方式的彻底重塑。从观测几何到骇进宇宙的底层几何，这就是手稿最后提到的下一个系列——边界探索，几何通量的工程化狂想，要探讨的终极悬念。非常令人期待。在下次见面之前，不妨想一想，如果宇宙只用了一把尺就画出了整个现实世界，那这把尺最初的刻度到底是谁定下的呢？我们下次见。下次见。